我们知道各家的影像旗舰，它在拍照上都到达了一个阶段性的瓶颈。无论它在发布会上吹得怎么天花乱坠，实际都只能和竞争对手五五开，顶多就是在滤镜和功能上做出一捏捏的区别。但是视频上情况又不太一样，这玩意极其考验算法，如果没点能耐，全靠吹的话，那是忽悠不了已经开了灵智能的韭菜的。去年的时候，识别能力的排行大概是这样的：第一是苹果，毫无争议；第二是三星，也几乎没有异议。至于第三，空缺，因为谁都瞧不上这个名次。但是今年，随着三星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进一步下滑，它的透明度越来越高，已经没有什么人提安卓视频第一这件事情。每家的影像旗舰一谈到视频 PK， 都是在各种体位的 PK 苹果累的一批。但其实我更好奇的是，它能打得过去年的安卓视频第一三星吗？所以我决定让今年的这几台 Ultra 来个视频 PK 赛，但是我又不太喜欢搞横屏，我想搞擂台赛。规则是这样的，每期我会选2位选手进行1v1 PK， 那视频的结尾大家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投票，投票更高的，然后再来和下一位选手进行 PK， 直到我们 PK 出最后的冠军。大家可以猜一猜哪位会是安卓平台最终的冠军，最终胜出的冠军我会让他作为安卓平台的代表和 iPhone 来个终极 PK， 看看两个平台到底还有哪些差距。本期的2位选手呢，是所有 Ultra 旗舰中发布时间最早的三星 S25 Ultra 和小米15 Ultra。第一个场景，我们测试的是2部手机的自动测光能力。这个场景，我们快速的从走廊摇进到天空，曝光急剧变化。可以看到，小米的曝光是要比三星快的，咻的一下就把天空压下来了。三星的表现就比较差了。好在，如果硬要夸的话，也可以说三星曝光的变化比较均匀线性。但是到了晚上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。2位虽然都挺快的，但仔细看三星这边的广告牌，明显是要比小米细节更多的。小米它有点轻微过曝了。宽容度对比，我们首先看主摄样张。首先我们看画面亮部的这朵白云，三星的云轮廓还是非常清晰的，而且可以看到非常细致的明暗变化，包括这个云上还有几个大窟窿。小米的这个大窟窿它就没有了，云的曝光也没有压下去，导致整体的形状非常的柔和，像个棉花糖一样。我们再看暗处，小米的这个树叶，感觉每片树叶它都粘到了一起，仿佛使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晕染技术啊！整个画面虽然画质比较差，但是艺术成分比较高。三星这个你还是能够明显分辨出树叶的轮廓的，甚至有些树叶还能够看到一点点纹理。虽然艺术成分没有小米高，但画质明显更好。这组是广角，先看亮部，这组三星的亮部是不如小米的，树叶的边缘出现了一种紫色圣光，就是基佬们俗称的紫边。小米其实也有紫边，但是症状要比三星更轻微一点，所以小米这边可以叫做紫微。再看这边的树叶，乍一看三星更亮也更绿，但稍微有点经验的基友们肯定知道，三星这个应该是加了魔法，因为小米这边如果拉一下阴影处的亮度，就可以得到和三星基本一致的观感。再瞅瞅这个更暗的地方，还是三星更亮，但画质上我要占三星。小米这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噪点。到了晚上，也基本都是三星的宽容度更好，尤其是广角的表现，三星无论是暗部还是亮部都明显比小米好。小米明明用了和三星差不多的硬件，出来的效果就感觉是被 CMOS 供应商给骗了。画面解析力上，白天其实没有啥好比的，我们直接看夜间。首先是广角，小米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夜神的称号，认为夜晚的奥义就是黑，所以拍的黑咕隆咚的。然后就是主摄，小米可能又觉得夜神应该是晚上也要拍得很亮，于是拉高了亮度，可惜忘了压高光，远处的这个广告牌过曝了。三星其实也爆了，但是整体上是要比小米略好的。再看这个树叶，小米糊成了一团，三星还是能够看出这个树叶的轮廓的，不过暗部的噪点会略微多一点。再看3倍小长焦，可以看到三星这个凑触3倍镜噪点非常多，但是我又很难说小米用更大的底，所以画质更好。因为小米的观感它不是特别好，明明是暖色的灯光，被小米整得有点冷，树上的灯珠也过曝了，噪点其实仔细看也不少，好在不是三星那种一闪一闪的彩色噪点啊。到了超长焦，夜神终于开始发力了。首先是亮度，明显是比三星更高的。你看阿姨的花 T 恤，又亮又锐又 fashion， 暗部的细节也会更丰富，而且噪点更少。三星在这个环节为数不多的优点是鬼影的控制要略好一点。作为顶级影像旗舰，2个厂商呢都会在各种场合宣传他们的这2部手机多么的牛掰，多么的专业。那么他们到底能不能用来干专业的活呢？这里我用2部手机拍摄了一支广告，有些画面是小米15 Ultra 拍的，有些画面是用三星 S25 Ultra 拍的。帅逼们可以比较一下哪部手机的画面更专业，并且把你们认为更好的机型打在弹幕上。
沙刀锋耳自带线移动电源，轻，重量仅182克，比同类产品轻11%；薄，厚度只有13.8毫米，比同类产品薄30%。19， 10000毫安时大电池，出门一整天不焦虑。快 ，PT 22.5瓦大功率输出，半小时可充满50%。方便，9N 强磁力吸附，自带 Type C 充电线，3口键充。安全，新能源同款3元锂电池 ，AI 智能控温。稳，威灵级防火铝壳，多重保护，飞机高铁零负担。帅，赛博朋克风，数码管还可以精准显示电量。自动追焦能力也是相机的基本功之一，老法师们他们就是喜欢自动锁头的快感。主摄的自动锁头能力，小米是略微不如三星的，你会感觉它陷入到了一种自我思辨的状态当中。眼前的这个头到底该不该锁？锁了这个树叶又该怎么办？不锁那个头又该怎么办？三星相较之下就很干脆。这一组你还可以看到，三星从比较远的地方挪到接近微距的贴脸距离，依然能够快速对焦。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小米主摄的最近对焦距离不如三星近，但是切换到广角也一样，两部手机的广角都是支持微距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小米依然完成不了贴脸快速对焦，就是单纯的没有三星快。超长焦的自动对焦也一样，小米总是会有抽风对不上焦的时候，三星则稳如老狗，展示了一下什么叫做多摄对焦性能的一致性。小米唯一能在对焦上和三星55开的场景是3倍小长焦，两位选手基本都能秒对，且极其稳定。两部手机都带有音频追焦功能，就是声音会随着画面的放大而放大聚焦。这里我们首先放2组盲屏，大家可以给这2组音频追焦的效果打分，并且猜一下分别是什么机型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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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公布答案 ，A 是三星 ，B 是小米，猜对了没？两位选手音频放大追焦的效果都很明显，但是三星的听感会稍微低沉一点，小米则稍微尖锐一点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两部手机在放大人声的同时，并没有对环境音做明显抑制，优化的空间还是蛮大的。小米它是一个4麦克风阵列，顶部这里有一颗，底部是有2颗的，这里有一颗，然后扬声器最外边的这个孔是一颗。但从规格上讲，让人期待值拉满。三星它是一个3麦克风阵列，顶部有一颗，底部有一颗，还有一颗隐藏在这个广角摄像头的缝隙里面，你要睁着你的水灵灵大眼睛非常仔细的才能看得到。多麦克风还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支持指向性麦克风，比如前指向就是突出前面的声音，削弱后面的声音。小米可能是由于多了一个麦克风，所以呢它还支持双指向，就是把左右的声音给削弱掉。这个是在手机的背面，这个是在手机的前面，这个是在手机的背面，这个是在手机的前面。还有一个值得提的点就是三星它在音频录制方面会更自由一点，你可以自主选择是用 USB 设备录制，还是用蓝牙设备录制，或者甚至还可以让机身和蓝牙同时录制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有一副蓝牙耳机，就可以同时拥有3个机位的音频录制。这个是第一个耳机录制的声音，这个是第2个耳机录制的声音，这个是手机录制的声音。这2部手机呢都支持带有背景虚化效果的人像视频，但是随着现在算法的不断升级，人像视频不仅可以用来拍人，还可以用来拍物体。相较之下，如果用人像拍物体，小米的稳定性就会差那么一些，经常会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虚化。而且小米的这个人像视频分辨率只有 1080p， 感觉得要向骁龙8至尊版道个歉，因为三星它是可以做到 4K 分辨率实时虚化的。然后就是三星的这个弱机的3倍镜，它也是支持人像视频的 ，Amazing 啊！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我背后的这些物体的虚化效果，看看这个小灯这个小树，还有小投影仪，小米它就得好好反思一下。因为虽然它那个3倍镜硬件规格比三星强不少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支持人像视频。这是2部手机的一个夜间的自拍。从肉眼的观感上，我是更喜欢小米这边的话。首先，小米的这个焦段它比较广，所以的话，其实更适合这样的手持的自拍。然后你会感觉小米它会对那个人的肤色
进行一定的提亮但是有一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，就小米这个前置的它这个防抖啊很不好。你看，如果我这样跑起来之后，人物的面部它就会晃动的比较模糊，一颤一颤的。三星这边呢就会稳定很多。然后两部手机的前置都可以拍摄这样的带虚化效果的人像视频，但是区别是小米人像视频的最高规格是只能是1080p 30帧，但是三星这边可以拍4K 30帧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两部手机的背景的这个虚化效果。视频的防抖方面，大部分时候两者都是非常对得起自己影像旗舰的地位的。但是如果来到10倍焦段，自己的手又恰好突发帕金森的话，那么你就会看到小米就会一瞬间激情的抖动起来，忘了自己需要肩负防抖的神圣使命。三星这边呢，你会看到它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依然在努力的抑制着抖动，但无奈突然发作的帕金森可能属于晚期，所以依然还是能看到点果冻现象的，但整体还是要好于小米的摆烂的。自动白平衡方面，这个场景我在这里打了一个暖光灯，然后这里摆了一盏蓝色的灯，所以理论上这个剃须刀它应该是一边是蓝色，一边是黄色。记住相机现在所拍摄的画面，三星还是比较忠实的还原了实际的光线的。但是，一来到浓眉大眼的小米，他一瞧，我瞅着这个剃须刀本来的颜色应该是银白色的吧，所以俺们把它整成银白色，应该没有啥问题吧？不得不说，技术是很牛掰的，而且应该还有归功于它后面的这颗环境光传感器，但是丝毫没有顾及旁边这两盏灯的感受。请我俩来干嘛呢？下次你干脆搞个白炽灯，不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吗？ OK， 三星 S25 Ultra 和小米15 Ultra 谁的视频能力更强？相信在看过前面的对比之后，你的心里已经有结果了，那就投票吧。本期胜出的将会 PK 下一位选手，你们期望是哪一部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OK，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不妨给个3连，点一下又被掉头发。